嗨，欢迎来到狂热信仰钻研室。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话题——邪教。邪教是一个大家熟悉却又不敢轻易接触的话题。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一些关于邪教骇人传闻或新闻，像是某些邪教团体的教主居然让成千上万的人心甘情愿跟随他们，还有一些信徒被骗去献身，跟住邪教团体走上了死亡之路等等。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会相信邪教呢？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不是很简单吗？那些相信邪教的人，肯定是受的教育不多，思维能力不强，还有一定的精神问题之类的吧？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很多被邪教骗的人中，其实有不少是教育程度很高、思维能力很强的人。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会相信邪教呢？是被邪教的魔力迷住了吗？还是因为心理上有缺陷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讨，解开这个谜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相信邪教吧？信邪教的人可能来自各种背景，因此很难一概而论。然而，拥有以下特质的人，可能是比起其他人更容易受到邪教觊觎及影响的目标。缺乏自信和自我价值感的人，缺乏自信和自我价值感是许多人容易相信邪教的主要原因之一。邪教组织通常会寻找那些缺乏自信和自我价值感的人，这些人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没有目的，或者有一些个人问题需要解决。这些人往往会感到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他们不能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感到不满意。邪教组织会利用这种人的弱点，试图使他们相信加入组织可以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生命目标和自我价值。此外，邪教组织通常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虚假的家庭关心和支持，让他们从中得到自信与自我价值感。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没有自信与自我价值感呢？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个人经历的挫折和失败。经历过挫折和失败的人可能会陷入沮丧和自我怀疑中，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没有价值，需要寻求说明和指引。第二，人际关系问题。在人际关系问题上，例如在亲密关系、友谊和同事之间的问题，可能会使人们感到困惑和失望。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不足以应对问题，需要寻求外部的资源和建议。第三，对未来的担忧。在面临未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例如失业、疾病、财务困境等，人们可能会感到无力和无助，缺乏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们可能会寻找某种方式来说明他们克服这些担忧和困境。邪教组织通常会利用这些个人困境和挑战来吸引新成员。邪教组织会宣传他们有解决个人问题，还提高个人能力的方法。组织会告诉成员，只有通过加入他们的组织，才能找到答案和获得改善自己的途径。这些组织还可能通过提供一种共同的信仰和目标，让成员建立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这种情况下，邪教组织可以让人们感觉到自己不再是孤独和无助的，有一个支持和关心自己的社群。在邪教组织中，成员往往会被告知，只有通过组织的方式，才能找到真正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所以这些组织还可能提供一种简单而明确的世界观，使人们可以轻松地解释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吸引那些缺乏自信和自我价值感的人，并使他们更容易相信邪教组织所提供的答案和解决方案。社交孤立的人。邪教组织通常会试图吸引那些缺乏亲密关系、被社会孤立或在寻找新社交圈的人。这些人可能因为工作或上了大学，因搬迁而失去了社交圈，或者因为社交恐惧而避免与他人交往的人。社交孤立的人往往感到孤单、被忽视、被排除在外，或者无法与别人建立真正的关系。邪教组织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团体感，还有一个虚假的社交圈子，例如最常见的像是学校的社团，都是吸收及培养信徒最佳的来源。在被接引之后，他们会感觉自己被接纳，并且属于一个团体，而不是孤独和孤立的个人。组织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通常是邪教组织的重要部分，这可以让邪教组织保持对成员的控制和影响。社交孤立是许多人容易相信邪教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人们感到社交孤立呢？首先是搬家或转移工作。人们因为各种原因，例如上了外地的大学而搬家，或转移工作时，可能会失去原来的社交网络。他们需要在新的地方重新建立新的社交网络。在这当中，有些人可能有社交焦虑症，他们很难和陌生人建立联系和交流。这些人可能会感到孤独和被孤立，缺乏自信和对自己丧失价值感。再来是老年人或退休人员。老年人或退休人员也可能会感到孤独和失落，因为他们失去了日常与同事、朋友和家人的交往。他
他们可能也有重新建立社交网络的需求，而邪教组织通常会利用这些社交孤立的情况来吸引新成员。邪教组织会宣传，他们是一个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追求一种目标的社群。这些组织还可能会以他们的教义为核心，提供一种简单而明确的社交结构，使人们可以轻松地融入组织。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吸引那些社交孤立的人，并使他们更容易相信邪教组织所提供的答案和解决方案。此外，邪教组织通常会以某种方式将成员与他们原本的家庭和朋友隔离开来，这也使得成员更加依赖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资源和关心，进一步加强了邪教组织对成员的控制和影响。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邪教组织通常会试图说服那些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或想法单纯的人。这些人可能很容易相信别人所说的话，或者被邪教组织迷惑和虚假的承诺所吸引。他们可能会相信组织提供的不准确或不真实的资讯，或者会接受邪教组织所谓的真相，而不会去思考或质疑这些资讯。邪教组织通常会对自己的教义进行独特的解释，他们会告诉成员，只有他们的组织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这些教义。邪教组织还可能利用成员的虚荣心，赞扬他们的智慧和聪明才智，让他们相信自己是邪教组织中的精英。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是人们易受邪教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以说明人们评估和分析资讯，并从中得出合理结论的能力。若是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人们可能会接受不合理、不科学或不正确的资讯，而不加以质疑和评估。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原因。第一，教育水准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通常具有更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更好地识别和评估资讯中的逻辑漏洞、错误或不实之处。相反，教育水准低的人可能缺乏这种能力，难以辨别真假资讯。第二，没有自主思考的习惯。人们可能习惯于接受从媒体、家人、朋友、老师或其他权威人士传达的资讯，而不去思考或质疑这些资讯的来源和真实性。这种习惯可能会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不正确的资讯，包括邪教的宣传。第三，渴望简单答案。人们可能会寻求一种简单而明确的答案，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邪教通常能提供这种简单的答案，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和相信他们所宣传的教义。邪教组织往往利用人们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弱点，来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邪教通常会提供一些看似有道理的解释，但实际上却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性。他们通常会利用人们渴望简单答案的心理，提供一些简单的、未经证实的教义，以吸引人们加入组织。这些组织还可能鼓励成员停止独立思考，而是完全相信组织的教义和领袖的指示。这使得成员更容易被邪教的思想控制和操纵，无法评估组织的教义和行为是否合理和合法。因此，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是预防受邪教影响的重要手段。看到这里，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会有许多名校的大学生、硕士、博士相信邪教？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应该很强，为何也会相信？是的，许多名校的大学生、硕士甚至博士具有很高的教育水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但他们也可能会受到邪教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高学历人群易受邪教影响的原因。第一，自以为是。高学历人群往往自认为拥有高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因此可能会高估自己的判断和分析能力。然而，这种自大可能使他们忽视自己的盲点和错误，从而接受不合理或不正确的资讯。第二，缺乏情感支持。高学历人群也可能面临社交隔离和情感孤独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兴趣和思想往往比较特殊和独特，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寻求与邪教组织建立联系，因为邪教组织通常会提供一种社群感和归属感。第三，迷信科学或精神世界。一些高学历人群可能过分迷信科学或精神世界，导致他们容易接受看似科学或灵性的教义。他们可能会误解科学原理或灵性概念，使得他们容易被邪教组织的宣传所吸引。第四，精神压力。高学历人群在学业、事业和生活中面临的压力往往比较大，可能导致他们感到失落、困惑和沮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寻求一种能够缓解精神压力和提供意义的方式，而邪教组织通常会提供这种精神资源。第五，社会文化背景。高学历人群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在一些文化中，信仰和精神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一些高学历人群可能也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从而更容易接受邪教组织的宣传。
总之，高学历人群也可能受到邪教组织的影响。尽管他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但邪教组织通常会利用他们的心理弱点和情感需要，以及他们对资讯的不了解和错误理解，来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面临个人危机的人，某些人在经历个人危机时，可能更容易受到邪教组织的吸引，例如失业、离婚、健康危机、丧失亲人或朋友等等。这些个人危机可能是导致某些人更容易受到邪教组织影响的原因之一。当人们经历生活中的困难、挫折、失落和痛苦时，他们的心理可能会变得更加脆弱和易受攻击。邪教组织会利用他们的困难，承诺给他们提供解决方法和帮助，使他们相信邪教组织可以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和困境。个人危机通常是指在生活、工作、健康、家庭、情感等方面遭遇到困境、挫折、矛盾等问题，导致个人内心出现负面情绪和压力，感到无助和无望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往往会寻找一些出路和帮助，来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和痛苦。而邪教往往会以一些虚假的承诺和幻想来吸引和欺骗这些人。邪教通常会利用人们的痛点和弱点，比如对未来的迷茫、对生命意义的渴望、对个人关系的困扰等，来诱惑和拉拢这些人。邪教往往会声称自己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和智慧，能够解决人们的一切疑惑和难题，从而让人们产生依赖和崇拜的情绪。此外，邪教也会通过洗脑和控制等手段，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成为盲从和顺从的信徒。个人危机还可能导致人们在心理上变得脆弱和易受伤害，从而容易被邪教施加的心理压力和威胁所控制。邪教会通过一系列的精神控制和压迫手段，比如恐吓、羞辱、排斥、恶意批评等，来使信徒服从于其控制和支配之下，从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和尊严。寻求精神寄托的人，寻求精神寄托是人类的本能，但某些人可能在寻找精神寄托或宗教经验时被邪教组织所吸引。他们可能对自己原本的宗教信仰感到不满意，或者正在寻找更深入、更有意义的宗教体验。而有些人对神秘和未知事物的探索和探究，可能会导致他们更容易受到邪教组织的影响。他们可能会对精神、灵性、心灵和宇宙的深奥奥秘感兴趣，并寻找探索这些事物的途径。邪教组织通常会提供一些看似神秘和深奥的教义，试图吸引这些人的注意，并让他们相信组织可以让他们实现自己的精神和心灵上的成长。而人类天生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和渴望，这种渴望也会促使人们去探索和了解新的事物、新的知识和新的体验。然而，如果这种渴望没有得到适当的满足，人们可能会感到无助和不满足，甚至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焦虑感。邪教往往会利用这种情感缺失，以各种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提供一种新奇、神秘和充满希望的世界观。邪教通常会宣称自己拥有一种超越常规知识和体验的真理，以及一种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神秘力量或奇迹。这种宣称可以满足那些对未知事物的渴望，特别是对超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渴求。邪教还会利用新颖和独特的方式组织和呈现资讯，使得他们看起来更有说服力和有吸引力。此外，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渴望，也可能与他们对生命和人生意义的追寻有关。在人生的重要转捩点或困境中，例如失去工作、失去亲人或病痛折磨等，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对生命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渴求。在这种情况下，邪教可能会以一种简单的而诱人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让人们感到有了指引和方向。邪教还可能提供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案或承诺，让人们感到可以逃避他们当前的痛苦和不满足。总的来说，对未知事物的渴望本身并不是引导人们相信邪教的唯一原因，但它可以加剧那些在其他方面缺乏满足的人们更容易受到邪教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是每个受邪教组织影响的人都具备的，也不是所有具备这些因素的人都会相信邪教。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邪教组织通常会通过针对个人的需要和兴趣来诱骗和控制成员，因此预防邪教的最好方法是发展和提高个人的批判性思维和分辨能力，以及建立健康的社交网络和关系。这些只是一些可能使某人更容易受到邪教影响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而邪教组织也会使用不同的手段和技巧来吸引和控制他们的追随者。对于那些曾经陷入邪教的人，我们应该保持尊重和同情，因为每个人的心路历程都是不同的。对于那些仍然困在邪教中，但开始产生质疑的人，
我们更应该要适时提供援手，在以尊重他们意愿的前提下，让他们走出邪教，重新获得自由和自信。最后，我也要再次强调，批判性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时，不要轻易相信，更不要轻易被洗脑。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询问我们周遭亲朋好友，或者是利用网络查询相关宗教的讯息与来源，并用逻辑和理性去分析，并且保持开放的心态，才能让自己远离邪教的魔爪。感谢大家收看这个影片，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大家能够和身边的人一起分享这个影片，让更多人了解邪教本质，远离邪教。未来我也会持续更新关于邪教与心理学相关的影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点赞分享，或在底下留言，分享你或你朋友在邪教的故事吧。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喽，谢谢大家。